欢迎来特斯拉前总监安德卡巴西。你好。哇，这里有很多人。你好。很好的，是的，所以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谈论人工智能时代的软件。我听说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学生，比如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等，你们即将进入这个行业。我认为现在进入这个行业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且非常有趣的时机。我认为从根本上讲，其原因是软件再次发生了变化。我再说一遍，因为实际上我已经做过这个演讲。那问题是软件不断变化，因此我实际上有很多素材可以创作新的演讲，而且我认为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认为粗略地说，几十年来软件在如此根本的层面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已经发生了两次相当迅速的变化，因此编写和撰写大量软件需要做大量工作。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软件领域。因此，如果我们将其视为软件的图，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酷的工具，称为 GitHub 地图。这有点像所有编写的软件能针对计算机在数字空间中执行任务的指令。因此，如果你放大这里，这些都是不同类型的存储库，这些都是已编写的代码。几年前，我观察到软件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软件，当时我称之为软件2.0。这里的想法是，软件1.0是你为计算机编写的代码，软件2.0基本上是神经网络，特别是神经网络的权重。你不是直接编写代码，而是调整数据集，然后运行优化起来，实现。是的。因此，软件2.0的想法是，你正在优化它，创建这个神经网络的参数。我认为当时神经网络有点被视为一种不同的分类器，比如决策树或类似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这有点像，我认为这种框架更。可是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实际上有点像软件2.0领域的 GitHub 等家务。我认为 Hugging Face 基本上相当于软件2.0中的 GitHub。还有模型图集，您可以看到哪里写的所有代码，顺便说一句，如果你好奇的话，这个巨大的圆圈中间的点，这些是通量的参数，图像生成器。因此，任何时候有人在通量模型上进行调整，你基本上都会在这个空间中创建一个 Git commit，然后创建一种不同类型的图像生成器。所以，基本上我们所拥有的软件1.0是编程计算机的计算机代码，软件2.0是编程神经网络的权重。您这是AlexNet 的图像识别器神经网络的一个例子。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熟悉的所有神经网络，直到最近都有点像固定功能计算机的图像分类或类似的东西。我认为发生的变化，而且是一个相当根本的变化，就是神经网络变得可以通过大型语言模型进行编程。因此，我认为这是非常新颖独特的，这是一种新型的计算机。所以，在我看来，值得给它一个新的软件3.0名称。基本上您的提示现在就是编写 ELM 程序的程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提示都是用英文写的，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编程语言。所以也许总结一下区别。如果你在做情绪分类，例如你可以想象写一些数量的 Python 来基本上做情绪分类，或者你可以训练一个神经网络，或者你可以提示一个大型语言模型。您这里是一些简短的提示，您可以想象改变它，并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对计算机进行编程。所以基本上我们有软件1.0和软件2.0。我猜我们看到了，也许你已经看到了很多 GitHub 代码。代码不再只是代码了，有很多像英语一样的代码，它们散布在代码之中。所以我认为一种新型代码正在不断涌现。因此它不仅是一种新的编程范例，而且它以我们的母语英语编写，这一点对我来说也很了不起。所以当这件事让我震惊的时候，我想几年前我发了一条推文，我认为它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是我目前制定的推文。您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用英语编写计算机程序。现在当我在特斯拉的时候，我们正在研究自动驾驶1。我们试图让汽车行驶。我当时展示了这张幻灯片，你可以想象汽车的输入在地部，它们通过软件对战来产生转向和加速。我当时观察到自动驾驶1中有1吨C代码，这是软件1.0代码，然后有一些神经网络在进行图像识别。我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使自动驾驶1变得更好，基本上神经网络的能力和规模都在增长。除此之外，所有的 C 代码都被删除了，有点像很多最初在1.0中编写的功能都迁移到了2。举个例子，来自不同摄像机和不同时间的图像的都是由神经网络完成的。我们能够删除大量代码，因此软件2.0对战实际上推迟了自动驾驶1的软件对战。所以我当时认为这真的很了不起，而且我认为我们再次看到了同样的事情。网络，或者你可以提示一个大型语言模型，这里是一些简短的提示，您可以想象改变它。
定义稍微不同的方式对计算机进行编程，所以基本上我们有软件1.0和软件2.0。我想我们看到，也许你已经看到很多 GitHub 代码不再只是代码了，有很多像英语一样的代码，它们散布在代码之中。所以我认为一种新型代码正在不断涌现，因此它不仅是一种新的编程范例，而且它以我们的母语言语编写，这一点对我来说也很了不起。所以当这件事让我震惊的时候，我想几年前我发了一条推文，我认为它基本上我们有一种新型的软件，它正在吞噬。就一战，我们有3种完全不同的编程范式。我认为，如果你进入这个行业当精通，所有范式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因为它们都有优点和缺点。你可能想用1.0、2.0或3.0来编写一些。你要训练神经网络吗？您是否打算直接获大学硕士学位？这应该是一段明确的代码吗？等等。所以我们都必须做出这些决定，并且实际上有可能在这些范例之间流畅地转换。所以我现在想，首先讨论的是法学硕士以及如何看待这种新范式和生态系统，它是什么样的？这台新电脑是什么？它是什么样子的？生态系统是什么样子的？事实上，很多年前安德鲁说过这句话，我对此印象深刻。我想安德鲁将在我之后发言。但是他当时说人工智能是新的电力，我确实认为他捕捉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因为法学硕士现在确实它们具有公用事业的属性，所以你像我本来给你Anthropic 等 LM 实验室，他们花费资本支出培训 DMA， 这相当于构建一个电网，然后有运营支出，通过 IP 向我们所有人提供这种智能，这是通过计量方案来实现的。我们按每100万个代币或类似的东西付费。我们有很多非常实用的需求，比如对这个 IP 的需求，我们要求电池高正常运行时间、一致的质量等。在电力方面，你会有一个转换开关，因此你可以从电网、太阳能电池或发电机等转移你的电力来源。在 LM 中，我们可能用路由器，并且可以轻松地在现有不同类型的 LM 之间切换。现有的不同类型的 LM 之间切换，因为母是软件，所以它们不会争夺物理空间，所以基本上有6家电力供应商，你可以自由切换，对吗？因为他们不以如此直接的方式竞争。我认为还有一点令人着迷的，我们在过去几天里看到，实际上很多法学硕士学位都被取消了，人们陷入了困境，找不到工作。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最先进的法学硕士学位课程失败时，实际上就像世界上出现了智力衰退，这有点像电网电压不可靠。我们越依赖这些模型，地球就越愚蠢。这已经非常引人注目，而且我认为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增长。但法学硕士不仅仅具有实用性，我认为它们也具有晶圆厂的一些特性，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建设所需的资本支出实际上相当大。这不只是建造一些发电站之类的东西，对吗？你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我认为科技和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因此我们正处于一个拥有深厚技术树研究和开发秘密的世界，这些都集中在湾的实验室里。但我认为这个类比有点混乱，因为正如我所提到的，这是软件，而软件的防御性较差，因为它可塑性太强了。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有趣点。你可以做很多类比，比如4纳米工艺节点可能类似于具有一定最大浮电数的集群。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使用 NVIDIA Chip 时，你只使用软件，而不使用硬件，这有点像无晶圆厂模式。但如果你实际上也在构建自己的硬件，并且在它上进行训练，如果你是谷歌，这有点像英特尔模式，你有自己的晶圆厂。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一些有意义的类比，但实际上我认为最有意义的类比可能是在我看来 Element 与操作系统有非常强的类比。这不仅仅是电力或水，它不是从水龙头流出的商品，这些现在是越来越复杂的软件生态系统，对吧？但不仅仅是像电力这样的简单商品，而且对我来说很有趣的是，生态系统正在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形成。你有几个像 Windows 或 Mac 这样的封闭源代码提供商，然后你有一个像 Linux 这样的开源替代品。我认为对于 LM 的 Neural 来说，我们也有一些相互竞争的封闭源代码提供商，然后也许Llama生态系统目前可能非常接近，可能发展成 Linux 之类的东西。再说一次，我认为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这些只是简单的 LM 单。我们开始看到这些，想变得更加复杂，
这不仅仅与 LM 本身有关，它涉及所有工具的使用和多模态性以及它们如何运作。所以当我前段时间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尝试将其勾勒出来。在我看来，LM 有点像一个新的操作系统，对吧？所以 LM 是一种新型的计算机，它就像是 CPU 的等效物，上下文窗口有点像内存，然后 LM 正在协调内存和计算以解决问题，使用这里的所有这些功能。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它，它看起来很像操作系统。你按举几个类比，例如，如果你想下载一个应用程序，假设我转到下载 Bash Code，然后您可以在 Windows、Linux 或 Mac 上运行它，就像您可以使用光标这样的 LLM 应用程序一样，您可以在 GPT 语音或 Gemini 系列上运行它，对吗？这只是一个下达菜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也有些相似，它也有点类似。但我认为让我印象更深刻的类比是，我们有点像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对于这种新型计算机，一门计算仍然昂贵，这迫使 LM 集中在云端。我们都只是通过网络与之交互的客户端，我们都只是通过网络与之交互的客户端，我们都没有充分利用这些计算机，因此使用时间共享是有意义的。当他们在云中运行计算机时，我们都只是批处理的一个维度，这与当时计算机的样子非常相似。操作系统在云端，一切都流动起来，并进行专题处理。因此，个人电脑革命尚未发生，因为它不经济。个人电脑革命尚未发生，因为它不经济。这毫无意义。但我认为有些人正在尝试。事实证明，例如 Mac mini 非常适合某些 LLM，非常适合某些 LLM，因为如果您进行批量推理，那么这一切都是超级内存限制的，所以这确实有效。我认为这些可能是个人计算的一些早期迹象。认为这些可能是个人计算的一些早期迹象，但这还没有真正发生，目前还不清楚它是什么样子。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会发明这是什么，或者它是如何工作的，或者这应该是什么，或者这应该是什么。也许我想提到的另一个类比是，每当我直接用文字，我都感觉就像在通过终端与操作系统交谈，就像它只是文本一样。它可以直接访问操作系统，我可以直接访问操作系统。我认为人们还没有真正以常规方式被发明出来，就像聊天应该有一个语技术泡沫不同的人一样。当然，我们稍后要介绍的一些应用程序都有 gay， 但如果有意的话，在所有任务中并没有像 gay 那样仅依某的某些方面与操作系统以及早期计算有相当独特的区别。我写了关于这个特别的书信的文章，这次他给我的印象非常不同。VM 可以改变技术传播的方向，而这种传播通常存在于技术领域，例如电力、密码学、计算飞行、互联网、GPS 等许多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变革性新技术。通常，政府和企业是第一批用户，因为它比较新，而且价格昂贵等，后来才传播给消费者。但我觉得那么有点像电导过来了，因此也许早期的计算机都是关于弹道学和军事用途的，但 LM 都是关于如何主机弹或类似的东西的，这些和我的很多用途很像，所以对于我来说，拥有一台神奇的新电脑真的让我着迷。它就像能帮我主机弹一样，它并没有帮助政府做一些真正疯狂的事情，比如军事弹道或一些特殊技术。事实上，企业和政府在采用所有这些技术方面都落后了，所以这只是倒退。我认为它可能告诉我们如何使用这项技术，或者一些第一批应用程序在哪里等等。因此，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UM 实验室 LLM， 我认为这是准确的语言，但仍没是复杂的操作系统。他们的计算技术大约出于20世纪60年代，而我们正在重新进行计算技术。他们目前可通过分时使用，比较实用程序一样分发。新颖且前所未有的是，他们并不掌握在少数政府和企业手中，他们在我们所有人的手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台电脑，而这一切都只是软件。它是就像数十亿元一样，在一夜之间瞬间传送到我。这太疯狂了，对我来说，这种情况有点疯狂。现在是我们进入这个行业，并对这些计算机进行编程的时候了。这太疯狂了，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攻读法学硕士学位之前，我们必须花一些时间来思考这些东西是什么。我特别喜欢谈论他们的心理，所以我喜欢把法学硕士看作是人的精神。他们是人类的静态模拟。在这种情况下，模拟器恰好是一个自回归变压器。
所以 Transformer 是一个神经网络，它就像是在代币层面上进行的，它发出哒哒哒哒哒的声音，并且每个块的计算量几乎相等。但这个模拟器当然只是基本上设计一些权重，我们将它适合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所有文本等等。最后你会得到这种模拟器，因为它是在人类身上训练的，所以它具有类似人类的心理特征。因此，你首先会注意到的是，法学硕士 them 拥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记忆力，他们能记住很多事情，比任何单个人类能记住的多得多，因为他们读过很多东西。它实际上让我想起了这部电影《雨人》，我真的很推荐大家观看。这是一部令人惊奇的电影，我喜欢这部电影。这里的达斯汀·霍夫曼是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天才，他的记忆力几乎完美，就像电话簿一样，能记住所有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觉得 LM 有点非常相似，他们可以非常轻松地记住阿西和许多不同类型的东西，因此他们在某些方面确实拥有超能力，但我也认为他们存在一些认知缺陷，所以他们会产生相当多的幻觉。他们会编造一些东西，并且没有很好的做认知内部模型，至少是不够的。这种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但还不完美。他们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因此他们在解决某些问题上会超越常人，然后他们就会犯下人类基本上不会犯的错误。就像你知道的，他们会坚持认为9.11大于9.9，或者草莓中有2个 这些都是著名的例子，但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粗糙的边缘你可能会绊倒。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独特的，他们也患有内行性遗忘症。所以我想，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一个同事加入你的组织，这个同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你的组织，他们会理解并获得大量的组织背景信息，然后他们回家睡觉，巩固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专业知识，人们本身不会这样做，而且这并不是 LM 研发中真正解决的问题。我认为上下文窗口实际上有点像工作记忆，你必须直接对工作记忆进行编程，因为他们不会默认变得更聪明。我认为很多人都会被这种类比所困扰。在流行文化中，我建议人们观看这2部电影，记忆碎片和初恋54。在这2部电影中，主角的记忆都是固定的，他们的上下文窗口每天早上都会被清除。这种情况一发生，上班或建立关系就会有问题，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在发生。我想指出的另一件事是，模型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限制，例如 Element 很容易受骗，他们容易受到即时注入攻击，他们可能会泄露您的数据，所以还有许多其他与安全相关的考虑因素。长话短说，你必须加在你的，你必须同时考虑这个问题。它有一系列认知缺陷和问题，我们如何做？但他们又极其有用，那么我们如何对他们进行编程？如何解决他们的缺陷并享受他们的超人力量？所以现在我想谈谈如何使用这些模型，以及其中最大的一些机会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列表，只是我认为这次演讲中有趣的一些事情。我感到兴奋的第一件事是我所说的部分自主应用程序。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编码的例子。你当然可以直接访问 Chatbot， 然后开始复制粘贴代码，复制错误报告，然后获取代码复制，粘贴所有内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直接进入操作系统？拥有一个专门为此目的设计的应用程序更。所以我想，你们中的许多人都使用 Castle， 我也是。Castle 就像你想要的东西，你不想直接使用 Chatbot。我认为 Castle 是早期 LM， 它有许多，我认为在所有 LM 应用程序中都很有用的属性。具体来说，你会注意到我们有一个传统的界面，允许人类像以前一样手动完成所有工作。但除此之外，我们现在有了 LM 集成，可以让我们实现更大的规模。因此，我认为 LM 应用程序的一些属性是共享的，并且值得指出。首先，EMU 基本上负责大量的上下文管理。第二，他们会安排多次调用 LM， 对吗？因此，在光标的情况下，在底层嵌入了所有文件的模型、实际的聊天模型，将差异应用于代码的模型，所有这些都为您精心安排。我认为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是特定于应用程序的 key 及其重要性，但也许人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您不想直接用文本与操作系统对话。文本很难阅读、解释和理解，
而且你也不想在文本中延伸执行某些操作，因此最好只看到红色和绿色变化的差异，然后您就可以看到添加的内容和减去的内容。只需执行命令来接受或命令来拒绝就容易多了。我不应该以文本形式输入它，对吗？因此该允许人类审核这些易出错的系统的工作，并加快速度。稍后我还会回到这一点。我所要指出的最后一种功能是我所说的自主滑块。例如，在光标中，您只需点击完成即可，主要责任在您。您可以选择一段代码并命令它来更改该段码。您可以执行命令 A 来更改整个文件，或者您可以执行命令 Promote 让它在整个 repo 中做任何您想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完全自主代理的版本，因此您可以掌控自主滑块，并且根据手头任务的复杂性，您可以调整您愿意为该任务放弃的自主权数量。也许可以再展示一个相当成功的 ALM 应用程序的例子，它也具有与我刚才在光标中指出的非常相似的功能。它打包了很多信息，它协调多个 element， 它有一个可以允许您审核它的一些工作。例如，它将定位来源，您可以想象检查它们。它有一个自主滑块，您可以进行快速搜索，可以进行研究或者进行深入研究，然后10分钟后再回来。所以这只是您放弃给工具的不同程度的自主权。所以我想我的问题是，我觉得很多软件将变的部分自主，我是着想一想那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你们中许多维护产品和服务的人来说，你们将如何使你们的产品和服务部分自主？人们能看到人类能看到的一切吗？人们能否做到人类所能做到的所有行为方式？人类可以监督并了解这一活动吗？因为这些都是易受攻击的系统，还不够完美。那么多做手或类似软件中的差异是什么样的呢？你知道，现在很多传统软件都有这些开关和所有这类东西都是为人类设计的，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改变并让人们也能实现。因此，我想强调的一件事是，对于许多 ALM 应用程序，我不确定他们是得到了已有的关注。我们现在有点像与 AI 合作，通常他们负责生成，而我们作为人类负责验证，让这个循环尽可能快的进行符合我们的利益。所以我们完成了很多工作。我认为有2种主要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点。第一，你可以大大加快验证速度。我认为例如 GPT 对此非常重要，因为 GPT 在我们所有人的头脑中利用了计算机视觉 GPU。阅读文本很费力，而且并不有趣，但观看东西很有趣，它就像一条通往大脑的高速公路。所以我认为指南对于审计系统和一般的视觉表示非常有帮助。第二，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控制人工智能。我认为很多人对人工智能代理过于兴奋，但对我来说，将使新代码的差异放到我的仓库里是没有用的。我仍然是瓶颈，对吗？即使呢，使新代码可以立即生成，我也必须确保这个东西不会引入错误。这就像要做正确的事情，对吧？并且没有安全问题等等。所以我认为是的，基本上我们必须让这2者流动得很快，这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控制人工智能，因为它的反应过于夸张，有点像这样。这是我做爱辅助编码时的感受。如果我只是编写一些代码，那么一切都很好。但如果我实际要完成工作，那么让一个反应过度的代理来做所有这些事情就不太好了。所以这张幻灯片不是很好，抱歉。但我想我正在尝试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开发一些利用这些代理的方法，并进行爱辅助编码。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总是害怕出现太大的差异，我总是以小的增量快进行。我想确保一切都好。我想快速的旋转这个循环，我对单个具体事物的小块进行处理。所以我认为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正在开发与 LLM 合作的类似方法。我还看到了一些博客文章，试图开发与 LLM 合作的最佳实践。这是我最近读过的一本书，我认为它非常好。它讨论了一些技术，其中一些与如何控制人工智能有关。提示很模糊，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不会完全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在这种情况下，验证就会失败。您将要要求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验证失败，那么您将开始旋转。因此，花更多的时间使提示更加具体是更有意义的。这会增加成功验证的可能性，并且您可以继续前进。所以我认为我们中的很多人最终都会找到类似的技术。我认为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目前对教育是什么和
样子感兴趣的是，现在我们有了人工智能和法学硕士学位，教育是什么样子的？那我认为我们需要花大量心思来思考如何控制人工智能。我认为仅仅需要天然必说，嘿，在我物理是行不通的。我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人工智能就像在树林里迷路了一样，所以对我来说，这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应用程序。例如，有一个公教师创建课程的应用程序，还有一个应用程序可以获取课程并将其提供给学生。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现在都有了。可审核的课程中间成果，我们可以确保它是好的，我们可以确保它是一致的，并且人工智能受到特定教学大纲、特定项目进展等的控制，所以这是控制人工智能的一种方法。我认为这种方法成功的可能性要高得多，而且人工智能不会迷失在树林里。我想提到的另一种类比是我对部分自动驾驶并不陌生，我在特斯拉研究这个领域已经有5年了，这也是一款自动驾驶产品，并且有很多共同的功能，比如仪表板上的自动驾驶仪器，它向我展示了神经网络看到的内容等等。我们有一个自主滑块，在我任职期间，我们为用户完成了越来越多的自主任务。我想简要讲述的故事是，我第一次驾驶自动驾驶汽车是在2013年。我有一个在 Waymo 工作的朋友，他提出带我绕帕洛阿尔托转一圈。我当时用谷歌眼镜拍了这张照片。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太小，可能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的，这在当时非常流行。我们上了车，在帕洛阿尔托的高速公路街道灯周围行驶了大约30分钟。这次驾驶非常完美，没有任何干预。这是2013年，也就是12年前的。这让我很震惊，因为当我拥有这次完美的驾驶体验和演示时，我觉得自动驾驶即将到来，因为它成功了，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是12年过去了，我们仍在致力于实现自治，我们仍在研究驾驶代理，但即使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你可能会看到Waymo四处行驶，它们看起来像是无人驾驶的，但你知道在很多驾驶过程中仍然有很多遥控操作和大量的人为操作，所以我们甚至还没有宣布成功，但我认为它肯定会在这一点上取得成功，但它只是花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认为这种软件真的很棘手，我认为就像驾驶很棘手一样。所以当我看到诸如2025年世代移植年之类的事情时，我非常担心。我觉得你知道，这是代理的10年，这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人类参与其中，我们需要谨慎的做这件事。这是软件让我们严肃一点。我经常思考的另一种类比是钢铁侠套装。我想这就是我一直喜欢的钢铁侠。我认为就技术及其发挥作用而言，它在很多我喜欢钢铁侠战衣的原因是，它既是一种增强体，托尼·斯塔克可以驾驶它，同时它也是一个代理。在一些电影中，钢铁侠的装甲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可以飞来飞去找到托尼等等，因此这是一个自主滑块。我们可以构建增强功能，也可以构建代理。我们希望两者兼而有之。但在这一阶段，我会说与容易犯错的法学硕士等等。我想说，你知道，你想要建造的不是钢铁侠机器人，而是钢铁侠套装。这不太像是构建自主代理的华丽演示，而是更像是构建部分自主产品，并且这些产品有定制的界面和物。我们正在尝试这样做，以便人类的生成验证循环非常快。但我们并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原则上可以实现这项工作的自动化。您的产品中应该有一个自主滑块，你应该思考如何滑动自主滑块，并让您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自主。但我认为这类产品中有很多机会。现在我想稍微转换一下话题，谈谈我认为非常独特的另一个方面。不仅一种新型的编程语言可以实现软件的，而且正如我提到的，它是用英语编写的。英语是一种自然的界面。突然间，每个人都是程序员，因为每个人都说英语这样的自然语言，因此这对我是极其乐观和非常有趣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我想说的是，过去的情况是，你需要花5到10年的时间来学习某些东西，才能在软件上做某事。现在情况已经不再如此了。所以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有这个想法。我们希望确保我们不会构建可能导致不良的结果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需要改进的模式。听说过分位编码？不，这是介绍这个的推文，但有人告诉我，这现在就像一个主要的模印。挺有趣的是，我已经使用 Twitter 大约15年了，但我仍然不知道哪条推文会流行起来，哪条推文会失败而无人关心。
我以为这条推文是后者，我不知道，就像是思绪的雨水一样，但这完全变成了一个魔音，我真的说不出来。但我想，它触动了人们的心弦，并为每个人都有的感受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命名。现在有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和所有内容，这就像是的。这现在就像是一项重大贡献，播类似的东西，所以 Unhugging Face 的同我分享了这个我非常喜欢的精彩视频。这些是儿童氛围编码。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频，就像我喜欢这个视频。比如，你怎么能看着这个视频，并对未来感到难过呢？未来是美好的。我认为这最终会成为软件开发的入门药物。我并不是对这一代人的未来感到悲观的人。我想是的，我喜欢这个视频，所以我也尝试了一点编码，因为它很有趣。所以当你想构建一些看起来不存在的超级定制的东西，并且你只是想即兴发挥，因为那是星期六或类似的日子时，自行车编码就非常棒了。构建了这个有死应用程序，我实际上不能用 Swift 编程，但我真的很震惊，我能够构建一个超级基本的应用程序，而且我不会解释它，这真的很蠢。但是我有点就像一天的工作一样。那天晚些时候，它就在我的手机上运行了。我当时想，哇，这太神奇了！我不需要花5天或类似的时间去学习 Swift 就能上手。我还为这个叫美女给人的应用写了 BPyP 代码。这是一个现场演示，您可以在里面。我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这样的：我来到一家餐馆，浏览了菜单，但我不知道菜单上有什么，我需要图片，所以这个功能不存在。所以我说，嘿，我要开始编写代码了。它看起来就是这样。您访问 Menu Up， 然后您拍下菜单的照片，然后 Menu Beginning 会生成图像。每个人注册时都会免费获得5美元的积分，所以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主要成本中心。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目前还在亏损的应用。哇，我在菜单生成上亏了很多钱。好的，但对我来说 ，Menu Beginning 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 BD 编码部分的代码是 B 编码菜单的简单部分，而当我尝试实现时，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为能够进行身份验证和付款，以及处理域名和部署。这真的很难，而且所有这些都不是代码，所有这些 DevOps 的东西都是我在浏览器中点击操作的，这非常慢，又花了1周时间，所以这真的很有趣。我花了几个小时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制作了一个 Menu Beginning 的原型，然后我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因为我想让它真正运行。我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这真的很令人头疼。比如，如果你想在网页中添加 Google 登录，我知道这很小的，这个职员库里的许多说明都在告诉我如何集成它，这太疯狂了。它让我去这个，你点击这个下拉菜单，选择这个，然后到那里，然后点击那个，这就像在告诉你我该做什么，就像计算机告诉我应该采取的行动，就像你做的那样。我会这么做。我的天呐，我必须遵循所有这些指示，这太疯狂了。所以我认为，我演讲的最后一部分重点是我们能否只为代理商构建。我不想做这个工作，代理商能做到吗？谢谢。好的，所以粗略的说，我认为出现了一类新的数字信息消费者和操纵者。过去人类只能通过 D 操作，计算机则通过 API 操作。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事物，代理是计算机，但他们是类似人类的，对吧？他们是人的灵魂。互联网上有人的灵魂，他们需要与我们的软件基础设施交互。例如，我们可以为他们构建一个软件基础设施，这是一个新事物。例如，您可以在您的域名上使用 robots.txt， 您可以指示或建议网络爬虫如何在您的网站上运行，就像您可以有一个 adam.txt 文件一样。这只是一个简单的 Markdown， 它告诉 adam 这个域名是关于什么的。这对于 ELM 来说非常易读。如果它必须获取网页的 HTML 并尝试解析它，那么这将非常容易出错且困难，并且会搞砸一切，无法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与 LM 对话，这是值得的。目前已经为人们编写了大量文档，因此将看到列表、粗体和图片等内容，而这些是 LM 无法直接访问的。因此，我看到现在的一些服务正在将其大量文档转换为专门针对 LM 的文档，例如 Bazel 和 Stripe。
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但我已经看到其他一些公司，以 Markdown 格式提供文档。Markdown 对于 ELM 来说非常容易理解，这太棒了。也许这也是我经验中的一个简单例子。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三蓝一宗，他在 YouTube 上制作精美的动画视频。是的，我喜欢这个库，所以他写了个码农，我想制作自己的。不，关于如何使用码农有大量的文档，所以我不想仔细阅读它，所以我把整个东西复制到 LM 上。我描述了我想要的东西，它就像 LM 一样开箱即用。比如我写了一个动画，这是我想要的，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太神奇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使文档对 LM 来说清晰易读，那么它将释放出大量的用途。我认为这很棒，应该更多地发生。我想指出的另一件事是，出现的是你必须这样做，而不仅仅是获取你的文档并使其出现在 Markdown 中，这是最简单的部分。我们实际上必须更改文档，因为任何时候你的文档都说了单击，这很糟糕。LM 目前无法自行执行此操作，因此，例如巴社会用等效的 car union 替换每次编辑一边的 LM 代理可以代表你执行。所以我认为这非常有趣。当然还有来自 Android 模型上下文协议，这也是另一种方式。它是一种直接与作为数字信息新消费者和操纵者的，所以我对这些想法非常看好。我真正喜欢的另一件事是这里和那里的许多小工具，它们可以帮助提取非常适合 LLM 格式的数据。例如，当我访问像我的 NanoPython 库这样的 GitHub 库时，我无法将其提供给 LLM 并询问有关它的问题，因为你知道这是 GitHub 上的用户界面，所以当你只是将 Archon GitHub 更改为获取时，这实际上会将所有文件连接到一个巨大的文本中，它将创建一个目录结构等。这一准备好复制粘贴到您最喜欢的 LLM 中，然后您就可以做些事情了。也许更戏剧性的例子是深度危机，它不仅仅是这些文件的原始内容，这是来自 Devon 的，但也像是他们让 Devon 基本上对于 GitHub 仓库进行分析一样。Devon 基本上为你的仓库建立了整个文档页面，你可以想象这对于复制粘贴到你的 LLM 中会更有帮助。所以我喜欢所有这些小工具，基本上你只需更改 URL 了，它就可以让 LLM 访问某些内容。所以这一切都很好，而且我认为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事情。我想再说一点，未来 LLM 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这甚至不是未来，而是今天，他们将能够四处走动，能够点击东西等等。但我仍然认为，与 LLM 达成一个中间协议是相当值得的，让他们更容易访问所有这些信息。因为这仍然相当昂贵，而且使用起来又困难得多。所以我确实认为很多软件会有很长的尾声，它不会像适应应用程序，因为它们不像实时播放器那样的存储库或数字基础设施。我们需要这些工具。但我认为对于其他人来说，我认为在某个中间点上达成一致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如果说得通的话，我对两者都很看好。总而言之，这是进入这个行业的绝佳时机。我们需要撰写大量代码，将由专业人员和程序员编写。这些 LLM 有点像实用程序，有点像晶圆厂，但是它们特别像操作系统。但现在还太早了，这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操作系统。我认为很多类比都是交叉的。这些 LLM 有点像这些容易犯错的。你知道，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合作的人的精神。为了正确的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基础设施。因此，当您构建这些 LLM 应用程序时，我会描述一些有效使用这些 LLM 的方法，以及一些实质成为可能的工具，以及如何非常快速的旋转这个循环，并基本上创建部分隧道产品。然后是的，还必须为代理更直接的编写大量代码。但无论如何，回到钢铁侠套装的类比，我认为我们大致会看到未来10年我们将从这到右移动画块，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将会非常有趣。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大家一起建造它。谢谢。